如果有一個人一直惹你、傷你、踩你底線，你已經饒恕他7次了，第8次他又來了，請問你心裡會不會想一句話：主啊，我已經很屬靈了吧？放心，彼得也這樣想。聖經說，彼得走到耶穌面前，很認真地問：主啊，我弟兄得罪我當饒恕他幾次？到7次可以嗎？你知道這句話的潛台詞是什麼嗎？主啊，我是不是表現得很不錯？因為在當時的猶太拉比圈，饒恕3次就已經是模範生了。彼得直接開鬥7次，等於在說，我不是普通門徒，我是進階版。耶穌看着彼得，淡淡地說：我對你說，不是到7次，乃是到70個7次。彼得內心 OS： 主，你是不是算錯了？但耶穌不是在教數學，他是在說一句話：饒恕不是配額制。耶穌接着講了一個比喻，有一個王要和僕人算賬，其中一個欠了王1000萬兩銀子。這是什麼概念？如果一天工資1兩，你要不吃不喝27000年才還得完，這不是負債，這是永遠還不起。這個僕人怎麼做？他跪下來說一句超不合理的話：主啊，寬容我，將來我都要還清。如果你是那個王，你一定會想，你在開玩笑嗎？但聖經說，那僕人的主人就動了慈心，把他釋放了，並且免了他的債。注意，不是延期，不是分期，而是全免。故事如果停在這裡，很感人，但耶穌說，那個剛被免了天文數字債務的僕人，一轉身遇到一個欠他100銀子的同伴，100銀子大概就是3個月薪水。結果呢，他揪着對方的脖子說：把你欠我的還來。那個同伴跪下來說的話一模一樣：寬容我吧，將來我必還清。如果你有在聽，你會發現這正是他剛剛對王說的話，但他選擇做什麼？把對方下在監裡。其他僕人看不下去，把事情告訴了王。王把他叫來，說一句重話：你這惡奴才，你央求我，我就把你所欠的都免了。你不應該憐恤你的同伴，像我憐恤你嗎？然後王把他交給掌刑的。耶穌最後補一句超重：你們個人若不從心裡饒恕你的弟兄，我天父也要這樣待你們。耶穌不是在說你不饒恕，神就不愛你，而是在說，當你抓着不饒恕，你其實正在拒絕活在恩典裡。不是神把你關起來，而是你自己走回監獄。我們常常會這樣，神饒恕我是因為我真的很可憐，但他不一樣，他是活該。耶穌卻說，你們占的地都是恩典。饒恕不是讓對方占便宜，而是拒絕讓過去繼續囚禁你。